5060与9060XT 呢是 AN 新推出的入门级显卡，但是都2025年了，买显示器的话，肯定优先选择 2K 的高刷屏啊。那今天呢，我通过30款游戏实际测试一下这两张卡在 2K 分辨率的表现，顺便呢也承接上期视频的内容，重点观察显存的使用情况。那首先呢是 SN 跑分，它代表的呢是次世代光栅游戏的性能表现。那从这里呢可以看出，9060XT 的光栅性能呢还是要比5060要强一些，而且呢它显存容量的不同呢，区别主要是在于 boost 频率与功耗强的不同，跑分呢并无明显差异。但是到了 SW 跑分呢，混合了光追之后的次世代游戏，5060就很有优势了。而且你还要算上5060光栅的劣势，事实上的5060在纯光追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，因为 AMD 至今都没有 BVH 硬件便利加速器，双方呢是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的。最后的话呢是 P2 跑分，这代表一些早期的混合光追游戏的表现。因为这些游戏啊，它往往只有光追反射或者光追阴影，大部分呢还是传统的光栅渲染，因此呢5060光追的优势发挥不出来。9060XT 呢倒是利用了压倒性的光栅优势，干掉了5060。那实际游戏方面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剑星这款游戏呢，同时支持 DLSS 与 FSR4， 这种入门卡呢，想玩 2K 超分的档位一定是要开到性能档的，也就是原生 720P 的分辨率。我们注意到剑星的显存需求呢不算特别夸张，共享显存的占用量呢也都比较一致，但是内存的占用量方面呢 ，NV 似乎有一些小优势，而且补帧方面呢，因为 N 卡支持硬件帧排序，所以帧生成曲线呢会看起来波动很大，但是呢效果不错，实际的1%low帧呢会表现得更优秀一些。33号远征队呢这款游戏不支持 FSR。XESS 在 A 卡上的表现呢也非常一般，5060啊，它虽然说帧数低一些，但实际体验呢应该是最好的。不过游玩过程中呢，5060曾经出现过一次大掉帧，所以说呢它1% low帧的成绩有点下降。最后的生还者2重置版呢，显存压力极大，但是呢没有发生剧烈卡顿以及帧数骤降，说明呢优化还是不错的。9060XT 呢平均帧有优势，5060呢在帧数的稳定度上有优势。天国拯救2呢，5060帧数略微高一些，那这个游戏呢看样子还是 N 卡的优化更好。绝地潜兵2呢这款游戏不支持任何超分技术， A 卡的表现呢要更好一些，但其实呢它的瓶颈主要还是在 CPU， 实际游戏中呢小卡顿是难以避免的。怪物猎人荒野呢这位更是重量级，不开光追开性能档位爆显存都爆得一塌糊涂。我们这个时候看到，虽然 GPU 的共享显存呢看起来 9060XT 与5060是差不多的，但是5060呢它试图去拼命的去吃内存，而且效果呢反而更不好了。那 9060XT 的 PCIe X16 通道呢一定程度上是缓解了爆显存的剧烈波动，而老黄抠门呢他只给了个 X8 就变成这个德行了。那当然了，一劳永逸的话你还是可以选择 16GB。地平线黎明时分的重置版呢，同样是一个爆显存的经典案例了。这款游戏重置之后呢，画面效果也非常能打，对显存的占用呢也更夸张。不过这里 9060XT 它爆显存之后是顿卡，5060呢则是常年维持低帧率，可见不同游戏、不同品牌的显卡爆显存的情况呢还不完全一样。那 16GB 版本呢，因为它显存吃得多，所以说它的内存呢反而占用的更少。遗迹2这款游戏呢帧数相对稳一些，9060XT 的帧数呢更高。兵器时代2的优化呢可能是最烂的一批了，它帧数就是低，而且呢波动非常大。9060XT 表现呢是相对好一些。潜行者2呢这款游戏 A 卡的表现是不错的，那5060呢是没占到便宜。原子陨落呢是一款纯光栅化游戏，显存占用呢也没有任何的异常，5060的表现是更好的。全面战争战锤3 5060的平均帧更高，但是呢它的 low 帧有波动，显存占用呢倒是不高。极限竞速地平线5呢对显存的要求就很高了，跑 benchmark 8GB 的两张卡呢其实就已经是在崩溃的边缘了，如果长时间游玩的话呢肯定会出现掉帧情况。那这个游戏的 PC 版本呢显存有优化的问题，保险起见的话呢还是买 16GB 更稳妥。古墓丽影暗影呢作为一款老游戏，超分档位呢可以开到质量，5060的表现呢也非常强势，
而且呢，它在画质上也更具备优势。最终幻想16呢，这款游戏还没有更新 FSR4，所以说呢 DLSS 有一些画质优势，但是它的帧数呢差距有点太大了。9060XT 呢明显是高出了一个档位。伊苏10呢是为数不多的 DLSS 比 FSR 画质烂得多的游戏啊，我是推荐所有的用户都使用 FSR， 但是5060呢它的优化更好，帧数呢最高。那看完这些光栅的单机游戏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网游吧。那 CS2 呢，5060表现是非常的亮眼，延续了 N 卡网游表现强悍的状态。这里呢，为了贴合实际，我还故意测试了 1080P。同样是 980x3D 的话呢 ，A 卡的驱动真给努力了。那 COD 呢，很明显是 A 卡祖传的优势游戏，5060呢很难碰瓷儿，平均帧呢还没有人家 low 帧高。界外狂潮与漫威争锋呢都是同款引擎，那网易的游戏呢现在都是一视同仁了。同时支持 DLSS 与 FSR4，9060XT 的表现更好。DOTA 2呢与 CS2 也是同根同源，因此呢5060玩 DOTA 帧数更高。至于 low 帧的话呢 ，DOTA 2非常依赖 CPU， 因此大家的差距并不大。战争雷霆的话呢 ，A 卡还是有一些优势的。这些网游呢对显存的占用也都不算大。那么接下来呢重头戏来了，那光追的话 2K 还能不能对付玩呢？因为光线追踪啊它非常吃显存。因此呢，我们从务实的角度出发，我们只能开启最低的档位，也就是开启一部分，比如说光追反射或者阴影，像环境光遮蔽呢，那基本上就很难了。黑神话悟空最低档的光追的话呢，8GB 从容量上看还是能勉强 hold 住的，但是 A 卡的光追效率实在是太低了，补帧之后这个帧数呢，结合上还不是 FSR4，那实际的体验呢，我只能说咱真玩不了 2K。那5060的话呢，倒是可以凑合玩。但是你很难称得上是多好的体验，毕竟它的显存呢处于即将崩溃的边缘。补帧到80的话呢，在延迟方面只能说是能玩。赛博朋克2077的话呢，很多同学肯定是大吃一惊啊！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它默认的光追中低特效呢是没用上5060的优势，反而画面中的大部分还是光栅来处理，所以呢 9060XT 表现会更好一些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你冒险的话，开启什么路径追踪啊，那我只能说显存被爆的渣都不剩，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上古卷轴4的重置版对显存的要求就很高了，即便是最低等级的光追8GB 都 hold 不住。而卡顿方面的话呢，5060是出现了频繁的顿卡，9060XT 则是出现了小幅度的顿卡，那实际体验呢能稍微好一些。瑞奇与叮当呢同样支持光线追踪，但是它对显存的需求是巨大的。但是卡顿现象呢是正好相反了。那共享显存方面呢，9060XT 是尝试吃了7个 G，5060呢是尝试吃了5个 G，9060XT 呢是出现了严重的顿卡，5060呢则是长期的低帧数徘徊。漫威蜘蛛侠2呢，它又是一个重量级高手，那 2K 下呢16GB 都有点捉襟见肘了，那更别提8GB 了。9060XT 是小频率的顿卡，5060呢则是频繁的小顿卡。这还是开了性能档位的超分，还没开最高的光追特效呢，就这德行了。那星球大战的光追呢，只有一个开关选项，没有办法单独调整，因此呢，5060的优势获得了极大的加强。而且这款游戏啊，它也只支持 FSR 2.2，因此呢 ，N 卡的优势就异常巨大了。战锤 40K 暗潮，这款游戏呢，算是一个优化非常不错的游戏了。那开启光追呢，显存占用呢也比较收着，那3张卡呢都能愉快的 2K 游玩。最后的话呢是 GTA 5增强版呢，它引入了光线追踪，开启最低档位的光追呢，对显存的需求不大，但是呢，它依旧会影响帧率的稳定度。5060呢，在这方面有优势。另外啊，因为它才刚刚更新到 FSR4，16GB 版本的9060XT 呢，疑似有更多的波动。按理来说呢，可以通过多吃一点显存呢来维持稳定，可能是驱动呢还没有做好相关的适配。OK， 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测试。对于5060来说呢，这次的大测试很好的体现了它在网游与一部分光追游戏的优势。那 2K 分辨率呢，开启超分的性能档位，还是可以对付玩很多游戏的。而且很多游戏 FSR 如果不支持最新的4代的话呢，那 DLSS 在画质上也会有一些优势。但是它的缺点也很致命。首先呢，很多光栅游戏体验会差9060XT 一截，而且呢，它的显存一旦爆掉，会出现低帧率卡顿。这会让它原本拥有的光追优势发挥不出来，因为光追啊，它需要大量的显存，
而且真圣城也需要，这是没有任何解决办法的，因为黄仁勋呢他没有给16GB 的选项，而且最近呢价格还涨价了几百大洋，那这可太难受了。对于 9060XT 来说呢，它原本的目标呢是想碰5060 Ti，但5060 Ti 啊，老黄吃准了你，价格现在就已经是彻底起飞了，还不如买5070了。今年实际测来看呢，你还真就只能跟5060呢意思意思，很大程度上啊，你是沾光了有 16GB 这个选项。那如果纯看 8GB 的体验的话，其实综合来看呢，还真不如5060，因为你的网游呢不够吃香，光追呢也不吃香 ，FSR4 的支持的数量呢相对少一些，而且最致命的是你的能耗比也不吃香。这对于学生寝室来说呢，这可能是否断电的关键。不过它呢也不是没有优点。那某些游戏爆显存的话呢，因为 PCIe X16呢体验会比5060呢强一些，而且呢它还给了 16GB 的加钱选项。你要真想玩 2K 的话呢，那加个几百大洋就可以彻底解决显存忧虑的顾忌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那 16GB 版本就真的香到爆了吗？其实我也并不觉得。我自己呢更建议大家攒点钱买9070，那这可能是目前综合来看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新显卡了。因此呢，今天的实际测试结果呢，大家也看到了 ，N 卡呀是显存抠门还涨价 ，A 卡呢是实力不足，但是它多给一个选项。那25年的入门级显卡还是真的很难选呢。那不知道大家呢认为黄仁勋与苏姿峰呢有没有义务把入门卡抬入到 2K 凑合玩的门槛呢？那这两张卡呢，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呢还不错的话呢，欢迎关注侦探频道，3连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